大家好，我是大木。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句话：用兵之法，实则为之，武则攻之，备则战之，敌则能分之。少则能守之，不弱则能避之。说白了，咱人多就上，人少就跑。战争它不是打游戏啊，没有 buff 加成，以弱胜强那只是极少数。想当那个天选之人，那也得打赢了才算。绝大多数情况下，遇到实力相差比较悬殊的对手，大木还是建议啊，能跑咱就跑，不丢人。天时地利人和可没那么容易凑齐。可真要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不打不行了，怎么办？又该怎么战胜这实力相差比较悬殊的对手呢？俗话说得好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办法当然还是有的，而且很简单。街溜子遇到事都还知道打电话摇人，你咋就想不到呢？就连美国当年的独立战争之所以能获得胜利，用的都是这个套路。否则就凭北美13州那几块料，除了刚刚觉醒的民族意识，要啥啥没有，吃饭第一名，总人口还没别人预备役多，怎么对抗当时最强大的殖民帝国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说起来啊，真正影响这场独立战争走向的就那么有限的几个人，而这几个人里面，大木个人认为对独立战争走向造成影响最大的只有一个人，本杰明·富兰克林。要么说人家能把头像印在美国钞票上的，这摇人的本事真不是吹的。就是他给刚刚出生的美利坚拉来了一个满级盟友，当时的另外一个殖民霸主法兰西王国。有了法国人的加入，之前曾因为各种原因折在英国人手上的西班牙、荷兰等老牌列强也纷纷站了出来。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呀，更何况还是报仇雪恨呢？这才一举扭转了独立战争的走向。否则这场独立战争保不齐就变成内战了。别觉得这个事情简单啊，换个人说不定也能做到。那为啥美利坚之前派过去的2位代表，人家理都不理呢？法兰西王国不是傻子，前面才刚刚带着小弟跟大不列颠干了一场，7年的时间啊，钱是花了不少，可结果因为没别人年轻，半道闪了腰，霸主一位元气大伤。正是休养生息的时候呀，这仗嘛肯定是能不打就不打的。别说13州殖民地原来还是大不列颠的小弟，谁知道是不是商量好来演苦肉计的？所以说，在这么个敏感的节点，想要说动法兰西王国加入美利坚阵营，一起对抗美利坚的老东家大不列颠，绝对不是一个好干的活。但富兰克林聪明啊，他很清楚，英法7年战争绝对是拉拢法兰西王国的重要突破点。打了那么久，还输得那么惨，要说法国人不想报仇，恐怕鬼都不信啊。可是法兰西王国元气大伤，新霸主大不列颠又如日中天，气焰正盛，这中间的差距啊，北美13州肯定弥补不了。怎么搞？富兰克林就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北美13州弥补不了差距不要紧啊，但是他了解他的老东家，弥补不了差距，难道还不能落井下石吗？大不列颠王国看上去如日中天，其实都是假的，外强中干一样没多少家底了。否则为啥要发布1763年皇家宣言？靠牺牲北美13州的利益去讨好印第安人。紧接着1765年又颁布印花税法案，加重北美13州税收，摆明了拆东墙补西墙。一直到1774年又颁布魁北克法案，好不容易抢过来的殖民地说不管就不管了，任由他们继续讲法语，继续天主教，反正就是放着摆烂。这不明摆着大不列颠至今都没缓过劲儿来吗？所以法国人同意了，但也只是初步同意，所谓的支援也仅限于提供一些火药援助。富兰克林没办法呀，只能一边继续游说，一边源源不断地向北美13州提供买来的法国人火药，一路打一路退，勉强维持战争消耗。美利坚方面也同时继续向荷兰、奥地利以及西班牙等老牌列强派出代表，希望结盟。直到1777年底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的美利坚突然就打出了一场胜仗。以1.2万美军加游击队的优势对阵英军7000余人，并最终俘虏5000余人。按理说就是很常规的一场战役，规模也不算大，没什么稀奇的。可就是这场战役莫名其妙的就给了法国人信心，立刻拍板决定找美利坚结盟。大批物资、贷款，甚至是军舰、士兵被送上前线。哪怕仅限于站街镇场子并不是真的想打仗。可只要威慑的作用达到了，美利坚找法国结盟的目的其实就已经可以说是实现了。最起码荷兰、西班牙一看老大哥都入场了，那还等啥呀？纷纷下场。这下轮到大不列颠傻眼了，他知道荷兰、西班牙甚至是法兰西顶多就是过来撑场子的，占便宜，自身其实没啥家底。可关键大不列颠自己也穷啊，同样是穷，双拳难敌四手，人家人又多，这仗还怎么打呀？所以就有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2阶段。
这下轮到大不列颠一路打一路退了。只可惜已经站在霸主地位的大不列颠，并不像美利坚那样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呀。就算是屡战屡败，依然有屡败屡战的勇气。大不了再次成为殖民地吗？没啥损失呀。大不列颠不一样，家大业大，既然输不起，那就点到为止。眼看要输，就及时止损，麻溜认输。当不了一家人，咱还可以当朋友。俗话说得好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咱先把这巴黎协定签了吧。就这样，在没有提前通知法国的前提下，美国独立战争不但获得了胜利，还收获了一个最大的贸易伙伴——英国人，不是法国人啊。法兰西王国也借着这场战争，暂时拿回了不少殖民地，重新登顶欧洲，总算扬眉吐气了一把。不过接下来他要想的就是该怎么还债了。我是大木，关注我，你不亏。我们下期再会。